最近一直整理着一些区域分析、保险或是银行使用经验之类略显枯燥却又对打算来大马的朋友们必不可少的内容。感谢一直会有朋友给到热烈的反馈，让我们有动力坚持下来，一点一点把这些硬骨头啃完。由于篇幅限制，上期我们主要通过开户、存款、货币兑换了解了渣打银行、汇丰银行以及 Wise 的特点。本期再聊聊这几家的本地海外银行转账、证券账户存取款、账户最低余额以及我们的一些综合使用经验分享。4. 本地海外银行转账、证券账户存取款。只要是马来西亚境内的银行，互相之间大多都可以通过 FPX 网络免手续费做马来西亚令吉的转账。如前文介绍的，Wise 的令吉账户是开设在摩根大通银行马来西亚分行的，所以它和汇丰、渣打的账户一样，可以免费做 FPX 转账。一般通过银行间做跨国转账，除了付款人要支付转账费用，收款人也可能会产生一些费用。例如在马来西亚，如果美元存款没有达到一定标准，渣打银行会对我们收到的美元汇款收取$10，而汇丰银行会收取$6。当然，这笔费用一般可以和自己的客户经理协商，为我们免除掉。而通过 Wise 收款就没有这个问题了。首先，如上文介绍， Wise 美元账户是开设在美国境内银行的。如果汇款人也在美国，那么通过美国所有银行都支持的 ACH 系统转美金，汇款人和我们都不需要支付手续费。如果汇款人从美国以外的国家转美金给我们， Wise 会向我们收取$4.14的固定费用，这也比渣打和汇丰要低了。如果是美元以外的货币，除了加元，收款人是没有任何费用的。打算兑换成本地货币的话，也比通过银行兑换要划算，详细可以参考前文介绍。再来看看跨国转账和支付。汇丰银行对海外转账$1000的话，总共收取约$35的费用。渣打银行对海外转账$1000，总共收取约$40。而且如果是对他人或某个公司或机构转账，银行会询问转账的目的，并会索取证明转账目的的凭据，例如保险公司交保费的发票等等。而且这一类转账通常需要去银行的柜台办理。通过 Wise 来做跨国转账就要便宜和方便很多了，全部都可以通过 Wise 的网站操作，转账$1000只收取$14.35，相对银行优势很明显。对于在中国国内习惯用支付宝或微信支付的用户，用 Wise 转账去中国也非常方便，因为只要在自己的支付宝或微信支付的账户中把 Wise Visa 借记卡添加进去就可以了。值得一提的是，使用 Wise 来为投资账户注资或者从投资账户提款比银行要更方便。例如，用于投资美股的盈透证券已经和 Wise 实现了整合，在盈透账户中只要登记一次自己的 Wise 账户，就可以方便地向盈透存款或取款。每个月第一次取款是免费的，而后续每次盈透只收$1。注资的话，盈透和 Wise 都是不收费的。5. 账户最低余额。马来西亚的汇丰银行的 Premier 账户要求客户在账户里保留等额20万令吉的现金、存款、理财产品或保险产品，这样就会有专人客户经理来直接办理业务或咨询问题，并为我们申请优惠一点的利率和汇率，或者购买一些更好的理财产品。汇丰要求每个账户都独立达标才能获得 Premier 资格。渣打银行有个类似的 Priority 账户，客户需要在账户里保留等额25万令吉的现金、存款、理财产品或保险产品，而渣打银行允许一个家庭几位成员的账户余额一起加总，只要总额达标，就都能得到 Priority 资格。如果有哪个月我们的汇丰或者渣打账户的等额令吉余额没有达到银行的要求，账户就会被收取100到200令吉的管理费，而外币账户的余额没有达标，同样也会收取管理费。
例如渣打是美金账户余额不满1万美元的话，会收取10美金每个月。Wise 没有这些账户余额的要求，还会根据用户资产或交易额的增加而提供更好的费率。6. 我们的综合使用经验。所以综合考虑，我们在马来西亚生活是这样使用这3家银行账户的。因为当时办理 MM2H 时出于方便，我们马来西亚令吉的定期存款放在了渣打银行，而平时在马来西亚境内的生活开支和日常消费都使用渣打银行的账户和银行卡，使用到目前也一直都挺方便的。考虑到分散一点资金到其他银行来获得马来西亚存款机构 PIDM 更高的保障，同时把一部分资金换作美元或是新加坡元这些高息货币，我们选择了提供较高利率的汇丰银行的账户。前文也介绍了 Wise 的账户在做货币兑换、跨国间转账以及和证券账户间做转账都比银行要更方便，而且更优惠。所以有这些需求时，我们肯定会使用 Wise。 因为我们的 Wise 账户是在马来西亚申请的，所以暂时还不提供存款利息。等到以后马来西亚地区也开放了存款利息的账户功能，我们会考虑在 Wise 中存放更多的资金。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银行使用经验的下篇了。有问题欢迎评论区讨论。我是 80s Easy Life Vlog， 谢谢你的耐心观看，下次我还会在这里继续和你分享我们在槟城的生活点滴。